这8种早餐不仅能吃饱，也可以帮肾脏减负，但是你需要先分清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因为这2群人的饮食原则在营养学上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不能吃错。洗肾前肾病3到5期饮食做减法，少吃肉蛋，少喝浓汤，多靠低蛋白淀粉吃饱，别累坏肾脏。规律洗肾后饮食做加法，放心吃全蛋和瘦肉补营养长肌肉，但要严格控制水分和盐分。第一种是翡翠白玉羹，也就是纯蛋白丝瓜汤。上了年纪总担心自己营养不够，早餐习惯吃个水煮蛋，吃点肉，或者用昨晚剩的大骨汤煮面。但普通蛋白质在身体里代谢之后，会产生一种叫尿素氮的废物，全靠肾脏来加班过滤。如果肾功能已经不好了，吃太多低脂蛋白就是让器官带病熬夜。西方人流行早上吃纯蛋白做的蛋白煎蛋卷，但华人有更好的热食吃法，就是翡翠白玉羹，用极低钾低磷的丝瓜或冬瓜切丝煮个清汤，起锅前淋入纯蛋白。纯蛋白属于高生物价的优质蛋白，热量极低，每100克只有大约50千卡。它的优势在于氨基酸模式贴合人体需求，能被身体高效吸收利用，代谢产生的含氮废物远低于普通蛋白。只要把蛋黄去掉，就能去除约80%的磷，把高营养留下来，把危险丢掉。在管理指标上，这道汤的目的就是为了稳稳控制健检报告上的尿素氮和血磷。这道早餐的用量是每天使用2颗蛋的纯蛋白搭配100克左右的丝瓜，2颗蛋清大约含有7到8克优质蛋白质。如果目前是还没有洗肾的第3期到第5期患者，这道汤能完美补充优质蛋白，但也必须注意，以每日蛋白质建议量0.6到0.8克每公斤体重计算，这8克蛋白质已经占了全天限额的1/4左右。吃完这碗汤，午餐与晚餐的肉类用量就要相应扣减，算好全天的蛋白质总账。如果已经开始洗肾，因为透析会流失大量蛋白质，这时候就绝对不需要刻意去掉蛋黄了，直接吃全蛋丝瓜汤，营养才够，才能防止肌肉萎缩。建议随餐搭配医师开立的磷结合剂。不过要是发现健检报告上的血磷已经超过了1.78毫摩尔每升，或者因为高血压在吃舒妥利或者叫欧达通这类保钾药，丝瓜蛋白汤就要先减量。这时候如果觉得味道淡，可以换成冬瓜纯汤，或者吃点藕粉。不过为了图方便，很多长辈喜欢买超市里一撕开就能用热水冲泡的芙蓉鲜蔬汤、紫菜蛋花汤包或者素食香菇汤，这些加工食品是隐形杀手。翻开它们的成分表，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焦磷酸钠、6偏磷酸钠、磷酸氢2钠等字眼，这些是为了让汤底更鲜、粉末不结块而添加的工业无机磷。它和天然食物里的有机磷不同，无机磷在人类肠道里的吸收率几乎是100%。喝一碗这种素食汤，等于直接把肾脏泡在磷酸盐里，会让血磷瞬间破表。所以想吃这道菜，去传统市场挑丝瓜时就要留神，千万别买那种拿在手里软塌塌的，用手轻轻捏一下，要挑外皮翠绿、身形硬挺、表面的棱角清晰的，像是澎湖丝瓜就很棒。如果摸起来已经发软，说明放得太久，里面已经开始空心长籽了。这种老瓜不仅煮出来的汤味道发苦，而且由于纤维老化，水溶性矿物质分布不均。买回来到了厨房，因为慢性肾脏病要求少盐、少酱油、不蘸蚝油，很多人抱怨这汤喝起来像白开水，根本咽不下去。
我们可以用华人传统的蔬菜底汤法来欺骗舌头。煮汤时先准备几片大白菜的嫩叶，记得先扔进沸水里，大火川烫2分钟，捞出来挤干，这样能去掉大半的钾，再加上1片生姜，一起熬一锅清甜的蔬菜底汤，把菜叶捞走不要，只用这个带有天然甜味的汤去煮丝瓜。起锅前别多放盐，撒上1小撮白胡椒粉，再点上1-2滴纯正的芝麻香油，利用胡椒的微辣和芝麻的油脂香来刺激嗅觉和味蕾，少盐也一样鲜美暖胃。第2种是白木耳碎燕麦粥。吃完了清汤润润胃，如果早上习惯吃点有饱腹感的粥，那咱们可以把高负担的白米粥换一换。不少人早上习惯吃稀饭配酱菜肉松或是培根火腿，这些腌制食物不仅盐分也就是钠高的惊人，而且消化后会在体内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逼着脆弱的内脏天天超负荷工作。其实改吃白木耳炖碎燕麦粥，能从肠道源头减轻压力。这道早餐的热量适中，一碗大约在150到180千卡。它的核心营养素是燕麦和白木耳里极其丰富的植物多糖。很多家庭不知道，肠道和肾脏一向是紧密相连的，医学上叫肠肾轴。当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体内的尿毒素排不出，肠道里就会坏菌滋生，产生更多的尿毒素，并反流进血液，天天折磨身体。这些优质的植物多糖就像是好菌的养分，能把肠道里的好菌养壮，把坏菌挤走，从源头上减少毒素的产生。在管理指标上，坚持吃这道粥是为了保护肾丝球，防范由于慢性发炎导致的尿蛋白指标恶化。这道粥的用量是碎燕麦片30克，发好的白木耳50克。它非常适合那些伴有长期便秘困扰、血糖偏高、处于慢性肾脏病第1期到第3期的肾友。燕麦的粗纤维与白木耳的胶质能顺畅通便。不过，如果去医院抽血发现血钾已经到了5.0毫摩尔每升，或者血磷已经超标，这道粥就必须先暂停。虽然燕麦和白木耳是天然好食材，但它们作为全谷物和蘑菇类，本身的钾和磷基础含量并不低。在指标亮红灯、排钾排磷费劲时，换成白饭或者更干一点的低蛋白主食会更安全。选择食材时要拒绝市售的即食风味麦片。在超市的货架上，各种高钙麦片、水果、坚果、燕麦脆或者红枣浓香麦片琳琅满目，千万别买这种。这些所谓的即食风味麦片，为了口感好，里面添加了大量的奶精，也就是反式脂肪酸、防腐剂、香精和白砂糖。更糟糕的是，坚果和水果干在加工过程中通常会使用含磷和钠的保鲜剂。我们要买就去买那种最原始，倒出来全是硬硬的扁平片状，必须下锅煮熟的纯生燕麦片或碎燕麦。去中药房或南北干货店挑白木耳时，千万不要买那种颜色死白、看起来像血一样漂亮的，更不要买闻起来有一股刺刺的酸味的。那种白木耳几乎都是用硫磺熏过的，残留的二氧化硫会直接破坏血管黏膜。真正天然好白木耳颜色应该是微黄的，根部呈现深黄色，凑近闻只有一股淡淡的干蘑菇清香。为了血管健康，这道粥绝对不能加红糖、黑糖或砂糖。如果习惯了吃甜滋滋的口味，可以在熬煮的时候丢进一颗干红枣，只利用红枣在熬煮过程中散发出的天然果糖味。粥煮好后，把红枣肉捞出来扔掉不要，因为红枣肉本身钾含量太高，或者使用微量的天然罗汉果糖，也就是代糖来提味，既饱了口福又不伤血管。第3种是自制纯黑芝麻或者核桃糊。有些长辈可能会说，早上光喝粥喝汤，总觉得清汤寡水，人没有力气，想吃点香浓能长力气的。
西方人早餐习惯用吐司抹花生酱或杏仁酱，但咱们华人总觉得面包容易上火，其实完全可以换成传统的纯黑芝麻糊或核桃糊。这道早餐的热量相对高一点，每碗大约在200到250千卡。对身形消瘦的人来说，这反而是极大的优点。很多人一听说自己指标不好，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导致热量严重不足。当身体热量不够时，为了维持基础代谢，会开始分解自身肌肉来供能。肌肉一萎缩，人就没力气，容易跌倒，而且肌肉分解还会产生大量的内源性毒素，反而害了肾脏。黑芝麻和核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E， 能为身体提供纯净且高密度的能量来源。在管理指标上，它是为了给不能多吃肉的人补足热量，防止由于自身肌肉萎缩分解导致健检报告上的肌酸酐指标异常飙升。因为坚果类的钾和磷含量非常高，而且磨成粉糊后人体更容易吸收，所以它的用量必须严格控制。每天吃黑芝麻或核桃粉总量不要超过15到20克。也就是家里用的小汤匙大约2小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道早餐更适合已经洗肾、急需高热量且可以通过透析机器排毒的群体。如果目前是还没有洗肾的第3期到第5期长辈，只要发现最新验血报告里的血磷超过1.45毫摩尔每升或血钾开始偏高，即使是15克的微量纯粉也千万别喝，避免血磷血钾瞬间超标。平时吃完觉得肚子胀或拉肚子的人也要先停下，可以换成纯藕粉来安全补充热量。但是在购买时一定要远离袋装速溶的养生黑芝麻糊。很多人图省事喜欢买这种独立小包，请家中照顾的晚辈一定要留意，翻开那些袋装芝麻糊的成分表，排在第1位的往往不是黑芝麻，而是大米粉、麦芽糊精和白砂糖。更糟糕的是，为了追求滑顺不结块，里面几乎都添加了磷酸氢钙或磷酸3钙，这就是典型的高糖高磷大地雷。还没有洗肾的话，连喝几天血磷指标会直接飙高。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统杂粮行、中药房或者有机超市购买100%纯黑芝麻粉或纯核桃粉。成分表应该干净的只有这一种原材料，没有任何添加物。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传统市场买生黑芝麻粒，自己回家用平底锅用小火焙香，千万别炒焦，然后用家里的调理机打成碎粉，这样最安全、最纯净。因为100%的纯黑芝麻粉或核桃粉冲出来完全没有甜味，甚至因为含有天然坚果油脂，会带有一点点微苦，很多人吃2口就不想吃了。我们可以用一个老祖宗的养生变通法，冲调时往里面加入1小勺在中药房磨好的极细熟地黄粉，或者掺入少量的纯藕粉一起冲。熟地黄本身带有一种独特的烘焙甜香 and 厚重感，不仅能带来天然的滑顺口感，还能起到降火润燥的作用，完美替代白糖，让芝麻糊变得香浓可口。若有用药疑虑或体质特殊，服用前建议先咨询中医师。第4种是藕粉炖蛋白。如果目前还没有洗肾，为了安全想找一个既少磷又没有过多蛋白质负担，还能吃得饱、热乎乎的糊糊，那纯藕粉绝对是不二之选。早上用温水把纯藕粉调开，冲入滚水，搅成晶莹剔透的糊状，然后趁热打入纯蛋白，搅拌均匀，这就是一顿极好的热食早餐。1碗的热量大约在120千卡左右。这道早餐的营养特色在于纯藕粉在营养学上被称为近乎完美的低蛋白淀粉，意思就是它经过工艺提纯后，几乎去除了所有的蛋白质，只提供纯净的碳水化合物与热量。这意味着它在体内代谢时产生的含氮废物极少，能在保障体力的同时给疲惫的器官放个大假。搭配上纯蛋白提供的高生物价优质营养，可以说是胃肾双护，特别适合脾胃虚弱、吃东西容易胃胀的人。
在管理指标上，藕粉能让还没有洗肾的晚期肾友在保证热量的前提下，减缓血中尿素氮与血清肌酸酐的攀升速度。这道早餐的用量是纯藕粉30克，搭配一个蛋的纯蛋白，提供约3.5克优质蛋白。同样记得在全天肉量总额度中扣除。它对于肾功能已经进入第4期、第5期，需要严格限制蛋白质摄入，但又容易低血糖，觉得饿的为洗肾患者来说是绝佳的晨间能量补充剂。如果长辈同时有糖尿病，发现糖化血色素高于7.5%，或者餐后血糖经常悄悄超标，纯藕粉就先别单独大量吃。最好搭配一些水煮的低钾蔬菜一起吃，血糖会稳当得多。挑选时要特别注意，别买成分表复杂的速溶桂花藕粉。超市里那些一冲就化、带甜味的西湖藕粉或坚果红枣藕粉，看清楚，里面大量掺杂了木薯淀粉、马铃薯粉和白砂糖，有些甚至添加了化学香精。这些杂质不仅无法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还会让血糖快速波动，变相加重血管的压力。我们在购买藕粉时，眼睛要死死盯着成分表，里面只能有莲藕粉这3个字，多1个字都不要买。真正的纯藕粉不是死白色的粉末，而是呈现微微的鹅黄色或极淡的粉红色，通常是呈现薄片状、碎屑状。用温水调开，再用95度以上的滚水冲泡后，它会变成完全透明，带有微红且浓稠，且闻起来有淡淡荷叶清香的糊状，绝对不会是一碗浑浊的白汤。因为原味的无糖藕粉寡淡无味，冲调好后可以趁热在表面撒上7、8粒干桂花，利用滚水的温度把桂花的浓郁香气瞬间逼出来。老祖宗管这叫闻香提味，利用天然的草本花香来带出藕粉本身的清甜，不需要加1粒糖就能让早餐变得充满仪式感。第5种是白木耳薏仁枸杞羹，这道白木耳薏仁枸杞羹完全可以代替西式冷盘或凉食早餐，热热的喝下去非常舒服。它的热量很低，每碗仅约80到100千卡。白木耳和薏仁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与膳食纤维。这道羹汤由于不含任何动物性成分，磷和钾的负担相对较轻。在管理指标上，它针对的是健检报告上的血液酸碱值，它能减少身体的酸性代谢垃圾，对维持身体的酸碱平衡有很好的辅助作用。这道药膳的用量是每次使用大薏仁15克、干白木耳10克、枸杞5粒。它对处于慢性肾脏病中早期、身体开始出现轻度水肿的人非常友好。但在实际照顾上需要注意，如果患者血钾、血磷已经高出正常范围，这道杂粮菌菇羹也要暂停，优先选择纯西米露，也就是西谷米或纯藕粉。另外，因为薏仁性质微寒且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如果平时属于极度怕冷、经常手脚冰凉、容易拉肚子的虚寒体质，不宜天天食用。平时大家如果每天称体重，发现2、3天内突然长了1、2公斤，说明体内的水分开始排不出了，这时候这道汤羹可以先停一停，换成白萝卜糕这类没传统那么多汤水的主食。在日常习惯中，我们要拒绝听信红豆、绿豆、黑豆更排毒的偏方。家里老一辈喜欢在熬这类杂粮羹时，听信坊间传闻，顺手抓一把红豆、绿豆或黑豆，觉得豆类能利尿排毒，甚至觉得黑色入肾，要多吃黑豆。在慢性肾脏病阶段，这简直是在帮倒忙。红豆、绿豆、黑豆虽然是天然食材，但它们富含的是非优质植物蛋白，而且是高钾高磷的重灾区。还没有洗肾的话，天天喝一碗红豆黑豆粥，无异于在加速自己走向透析。我们要学会去中药房或超市购买大薏仁，挑选时要挑颗粒饱满、颜色呈乳白色，中间有一条深色凹槽，凑近闻没有霉味的。
那种颗粒极小、颜色死白、没有明显凹槽的，往往是廉价的草珠子或者劣质碎薏仁，那不是真正的中药材优质薏仁，其利湿健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在厨房制作时，因为薏仁里的膳食纤维比较坚硬，一定要先把薏仁提前用清水浸泡4小时以上。熬煮前记得把泡薏仁的水全部倒掉，换全新的清水下锅。这个小动作利用了水溶性原理，能带走大半溶解在水里的钾元素。熬煮时绝对不能放冰糖，可以放半颗干制的罗汉果或者几粒枸杞一起煮，利用罗汉果带来的天然甘甜和枸杞的微甜来替代传统的冰糖。第6种是原味白萝卜糕。如果更喜欢有劲道、扎扎实实的主食，不管是台湾巷口的早餐店，还是香港的传统茶楼，萝卜糕通常都是老友们的心头好。白萝卜在中医里能下气消食，在营养学里它也是极低钾、低磷、高水分的护肾蔬菜。一份纯萝卜糕的热量大约在150千卡左右。原味少盐的萝卜糕能够帮助死死守住血压大关，防止高钠水肿，间接稳住尿蛋白指标。这道早餐的用量是每餐不能超过100到150克，也就是家里切片大约2到3片。它非常适合慢性肾脏病全阶段以及经常水肿的肾友。虽然萝卜糕是好主食，但如果最近体检的肌酸酐和尿素氮指标还在连续往上涨，说明身体对这种普通大米做的点心有点耐受不住了。这时候要先减量，换成小麦淀粉或者藕粉做的几乎不含蛋白质的低蛋白淀粉主食。不过我们在外面吃或者购买时要斩断高钠辣味大地雷。很多港式酒楼、茶餐厅或者冷冻柜里卖 off 萝卜糕，为了追求浓郁的香气与口感，在制作时里面加了大量的虾米、腊肉、腊肠和大量的盐。这些腌制肉类不仅盐分，也就是钠极高，更是高磷、高硝酸盐的重灾区。要想真正保养，必须选择用纯米浆 and 白萝卜丝蒸制的台式原味萝卜糕或素食萝卜糕，不添加任何辣味和多余的复合调味粉。如果去超市或者速食店买现成的素萝卜糕，看一眼冷冻食品标示和成分表，要挑颜色纯白，切面能看到一丝丝清澈萝卜丝，成分表里只有大米、白萝卜水和极少盐的。如果整体呈现浑浊的黄色、灰色，或者摸起来像塑料一样面面的，说明添加了过多的马铃薯粉、复合防腐剂或增稠剂。在厨房实操中，我们可以采用切片后先放入沸水里大火穿烫1分钟，捞出沥干后再用平底锅放一点点植物油煎到两面金黄。这个穿烫的动作能利用水溶性原理，把里面可能存在的残留钠和钾洗掉一大半。如果觉得没味道，出锅前用少量的五香粉或香菜末两面熏一下，利用天然草本植物的香气来替代酱油膏。第7种是无糖杏仁茶配西米露。如果觉得薏仁的钾还是让人不放心，想要一款更纯净、更像港台茶餐厅风味的甜品早餐，那可以试试无糖杏仁茶配西米露。用纯正的南杏仁粉，不加糖不加奶精，冲泡成热杏仁茶，里面加入煮熟的西谷米，作为一天的开始。一碗的热量大约在160千卡左右。这道早餐在营养学上的设计很巧妙，西谷米是由纯淀粉制成的，几乎是零蛋白质的纯热量食物。它能够给身体提供扎实的能量，确保有足够的体力，同时完全不产生任何尿毒素废物。而南杏仁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能滋润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
在管理指标上，这道早餐设计是为了在不增加排毒负担，也就是稳住尿素氮的同时，帮助改善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指标，保护那些供血的重要动脉。这道港式风味的用量是纯南杏仁粉15克，也就是大约1汤匙，搭配煮熟的西米露50克。它对于体质虚弱、需要严格限制蛋白质摄入的晚期肾脏病患者是一剂良方。同样的，作为坚果类的南杏仁粉含有天然的钾和磷。如果您的最新验血报告显示血钾已经迈过5.0毫摩尔每升或血磷超标，这道杏仁茶也请先按下暂停键，单纯吃小半碗西米露搭配低钾蔬菜会更保险。另外，因为西米露属于精致碳水，如果血糖偏高，记得控制用量，并搭配1小碗水煮的低钾蔬菜来平稳血糖。帮家里人挑选时，千万要认清成分表，避开奶精与植物性奶精的大地雷。市面上或者部分传统的南北货行里有很多打着古法纯正杏仁茶旗号的速溶粉。很多商家为了让杏仁茶呈现奶白色和浓郁的奶香，在里面偷偷添加了奶精，也就是植物性奶精和二氧化硅，也就是抗结剂。这些成分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与无机磷，会直接加速微血管的硬化，损伤健康。去南北干货店或者中药房时，必须分清南杏和北杏。早餐冲茶要买南杏仁，也就是甜杏仁，它颗粒较大，边缘较钝，味道温和清香，才具有滋润血管和提供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千万不要买到用来入药、颗粒较小、尖端较锐利、带微毒且味道苦涩的北杏，也就是苦杏仁。因为100%纯南杏仁研磨的纯粉冲出来，味道略带苦涩，没有外面卖的那种甜腻感。千万别加炼乳或砂糖。冲调时可以滴入2滴无糖的醇香草精，或者和煮熟的西米露拌在一起。利用西米露天然的滑顺包裹感与香草的草本香气，能中和杏仁的微苦，让口感变得润滑。第8种是清蒸白山药。如果觉得上面的甜点汤羹天天换着做有些麻烦，那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位最方便最省心的护肾高手，那就是白山药。在台湾常叫日本山药或淮山，它在传统市场随处可见，价格便宜，却是1等1的黄金早餐。从营养特色来看，白山药每100克热量只有大约56千卡，它含有丰富的山药多糖和尿囊素。山药多糖能帮您修复受损胃黏膜和肠道。更厉害的是，它含有极少的普通植物蛋白，只要烹饪得当，它依然是代替传统白饭、降低肾脏负担的优良天然主食。它在体内代谢时产生的氮废物非常少，能有效降低血液中的尿素氮含量。同时，由于它不含胆固醇，还能顺便稳住血脂指标。这道天然主食的用量是每天100克到150克，大约1小碗的量。如果目前是还没有洗肾的第3期到第5期长辈，对他们非常友好。但在中药学与临床上，白山药具有明显的收敛止泻属性。如果家里长辈长期受便秘困扰，连续2-3天没有解大便，山药就绝对不能天天当做主食吃，否则容易让肠道更加干结。此时可以换成吃点冬瓜或喝点冬瓜汤润一润。在做这道菜时，要打破过去的传统经验，千万不要洗干净直接拿去蒸。很多人觉得山药洗干净切成块直接放电锅里蒸，这样能锁住所有营养，最天然。对于普通人是这样，但对于需要控制钾元素的肾友来说，这种做法是在帮倒忙。山药里50%以上的钾都是水溶性的，直接蒸等于把所有的钾元素全锁在果肉里吃进了肚子。我们去传统市场或者生鲜超市挑山药时，要挑身上毛刺比较多，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外皮没有发霉或烂掉的。
如果是铁棍山药或日本淮山都可以。切开后，断面应该是纯白色的。如果发现断面发黄，或者摸起来有明显的粘质发干，说明已经不新鲜或存放太久，里面的山药多糖已经变质。在下锅前，先把白山药去皮切成厚片，准备一锅沸水，把山药片放进沸水里，大火穿烫3分钟，把锅里的水全部倒掉，捞出山药片，重新换清水，放进电锅里蒸熟。这个穿烫的动作可以把山药里50%以上水溶性的钾元素直接洗掉，让它变得毫无威胁。吃的时候不要蘸糖，也不要蘸酱油，直接品尝它软糯的天然原味。如果觉得太淡，可以在蒸的时候在盘子里放1、2朵干香菇，香菇只用来熏香，蒸完后扔掉不吃，利用香菇带来的山珍香气，让山药带上淡淡的鲜香，保护肾脏，稳住指标。不需要在一夜之间把几十年习惯的饮食彻底翻过来，我们要做的只是每天清晨做一点小小的微调。从明天开始，先把早晨那碗高盐高负担的咸粥配酱菜、肉松，或是隐藏着食品添加物的火腿三明治换掉，一口一口吃出健康，一天一天减轻负担。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毫无怨言的辛苦工作，过滤毒素。现在该是换我们用正确的食物好好爱护它的时候了。当然，每个人的健检报告和身体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正在服用特殊的药物，或者医生已经开具了严格的限水限钾处方，在调整饮食之前，一定要遵照医嘱，这才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如果对自己的健检报告或者早餐搭配有疑问，可以参考相关的营养指引，或者在下次复诊时咨询主治医师或营养师，让他们为你定制最精准的个人饮食方案。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